1954年到1956年这一段，从赫鲁晓夫对华政策来讲呢，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整，他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慢慢的放到了一个和苏联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原来啊，就斯大林时期啊，是明显的是不平等的，不说什么其他方面吧，就斯大林这个个人的权威、个人的地位，也无法有人能跟他攀比，对吧？斯大林去世以后，这个在所有共产党，就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呢，那毛就一下凸显出来。他不但这个就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大党这当领袖，另外他本人的这个经验也没有其他人能跟他相比。铁托自然他也是自己打出来的，但是毕竟是个小国，像中国这么大，所以赫鲁晓夫特别看重和毛泽东。那么正是因为中苏关系这种推进，其实反过来也帮助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呢站住下来。这个呢是下节课再讲。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赫鲁晓夫站住了脚以后，他什么时候就是这个55年嘛，他开始调整苏联的这个政策，这就是苏共20大。这个过去的有些看法是完全不对的。过去讲什么呢？讲这个说苏共20大是中苏分裂的起点。为什么呢？说因为苏联呢提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然后中国共产党反对，然后苏联呢不接受，最后他们就分裂了。到现在很多学者也持这种观点。这个看法呢，是1963年中共中央的看法，就是中苏论战的时候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你看那篇文章，他就是这么说的。什么意思？苏联搞修正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从什么时候呢？苏共20大。其实这是完全不掩盖了这个事实苏共20大所确定的这个方针和路线，当时跟中共8大确定的方针路线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区别，不外乎2点：外交上，苏联提出了一套这个和平共处的理论叫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这个竞赛，所谓3和。这个跟当时中共的做法是一样的。从54年开始，朝鲜战争结束，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中国也开始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它面临的一个问题你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这个朝鲜战争被美国这个组织很多这个反共条约集团给你包围了，是吧？从这个美韩条约、美日安保条约，到这个美国跟台湾条约，到奥西美条约、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整个把中国一个新月形、半月形给你包围了。所以中国要开展这个外交非常被动，特别周边的这些国家，北边不说了，北边有苏联、朝鲜和这个内蒙古还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南面包括东南这一片基本上都是新独立的这个国家，那么人家都对你心怀疑虑特别是你这个朝鲜战争，说这中国人不得了，那美国人谁敢打？2战以来是世界最强国，你说中国人连美国人他都敢打，他打咱们这不小菜一碟？派一个师就过，那会儿还真是，那会儿这个陈赓讲，
跟毛讲说你给我一个师，我给你大踏平东南亚。那确实是这样，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就有这感受啊。那如果中国军队真的有一个师两个师翻过山去，这整个东南亚全是中国的了。他有这能力，但是他没做。那个当时可能是国内自己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比如台湾的问题啊、西藏的问题啊等等。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中国就开始考虑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马来西亚，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去，我沿着当时马共那个打游击那个路线走了一圈，跟很多人座谈。其实呢，他们当时呢都在搞武装斗争。结果1954年10月份，苏共中央和这个中共中央联合发了一个指示，给马来亚共产党放下武器，搞什么和平斗争。后来人就放下武器了，说我们那会儿就听了你们的，我们把武器全交了，然后就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这你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份儿啊？还有就是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当然原来是想解决这个朝鲜问题，这个是没解决，但是解决了印度支那的，因为当时印度支那正在打仗，胡志明呢他们就是不是成立一个越南共和国嘛？越南共和国呢就跟法国人就打。到这个54年的时候呢，这个已经解放了大片的这个领土，包括北方的，还有包括南方一些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呢，法国人是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但是美国人呢，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当时苏联跟中国呢就非常担心，如果这个法国人撤了，美国人再来了，这个就麻烦了。你说你是打不打？我现在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评估，美国其实也是在这看，他说如果中国要出兵，我们就出兵。他是没有想说他先出兵，但是他也有那么个估计，说如果这个法国人真的坚持不住，美国是不是应该就介入到印度支那的战争当中去？这个是当时没有确定下来，但中国人呢和苏联人当时确实比较担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巴黎的和谈当中呢，双方就要求停战，这个越南人就不干，说这眼看我们就胜利了我们在努把利，我们就整个全给解放了。正好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当时这个印度支那战争呢，有大量的中国顾问，我到那个云南、广西都看到这样的档案，包括韦国清啊、什么罗贵波呀，当时都在那儿帮他们设计。那奠边府战役整个就是中国顾问帮助给设计的。所以奠边府战役一胜利，这个越南人更这个头脑发热了，说这不马上就成功了吗？就不想谈了，在这个日内瓦。后来这个周恩来说这不行，说他们就不想一想，你真的要是把这个法国人打急了，他一撤，美国人来了你怎么办？但是他在这个巴黎呢，这个不是在日内瓦呢，跟这个谁呢？范文同，当时是范文同去的，谈不通。谈不通，后来跟苏联商量，他趁这个休会的时候呢，就赶快飞到哪儿？飞到柳州，然后把这个胡志明和这个袁甲叫过来，就召开了著名的柳州会议。柳州会议他就给他讲这个国际局势，跟他们讲，就希望他们能停下来，别打了，和谈。周恩来就问了吴元甲，说你有没有把握？你第一，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法国人全赶走，取得最后的胜利？第二，你有没有把握，如果法国人走了，美国人不会来？吴元甲说没把握，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反正现在局势很好，所以他说你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跟苏联同志考虑了，这个不行，
你这样下去势必使东南亚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而且你把美国人给引过来，到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比如我们这朝鲜战争刚打完，我们再回头再打一个越南战争，这中国是肯定不干的嘛，说我们也没这个精力，我们要搞建设了。哎，这么着最后是把伍元甲和这个胡志明说服了，所以这个周恩来赶快回北京跟毛汇报，然后又到莫斯科跟赫鲁晓夫协商，然后再到日内瓦跟法国人跟英国人谈，包括最后确定了17度线，都是在这个中国的压力下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后来发生了，就是这个对中越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越南人一直说这个事儿，说要不是周恩来在这捣乱，要不是中国人压制，我们早就解放了。特别是这谁啊，李隼，李隼他们家呀就是南方的，本来呢那是一片解放区，结果这个17度线一划，所有南方的解放区全撤出了。但是他换回北方的很多像海防啊、河内那些大城市，原来都是在法国人手里，后来就等于交给越南人了，这样就南北越南就分开了。但是他们家丢了，他们家成了敌占区了，所以李隼很不高兴。后来胡志明死了，他当第一书记，开始这中越关系就不好了。这是后话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时在整个外交领域，中国呢其实执行的就是和平共处的。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最典型的。万隆会议周恩来跟人说什么？跟所有国家都保证，缅甸、泰国、印度，说我们保证不搞输出革命，我们支持当地的政府，我们不跟那会儿不叫非政府组织，那个叫什么？那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支持他，我们只是道义上。这样子有了万隆会议，1955年开了万隆会议，这么一种气氛，中国才恢复过一个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种声誉啊地位才恢复过来，人家才敢跟你打交道。当然苏联呢，它也是除了结束了越南战争，然后这个从这个奥地利撤军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措施，所以对外方面是没有，对内的政策那就更一致了，你这个别的就不要讲了，你就看看那个布尔加宁在苏共20大做的那个报告，关于这个国内经济发展的报告，和毛泽东写的那个10大关系，你把俩文件对着看，几乎都是一样的，谈的都一样的。减少这个重工业投资比例，加大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把中央的那个权力下放地方，调整工业布局。只不过苏联呢是从欧洲调整，重视这个远东，中国呢是内地和这个沿海城市。你仔细去对比一下看，还有这个加大技术投资等等，很多条文都是一样的。就考虑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当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都需要做出调整，所以呢，在这方面的事情，双方的有没有分歧呢？有。这个分歧呢，主要是在这个对斯大林的问题的处理上。斯大林问题的本质呢，它反映的是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党的生活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这么一个问题。从大的原则上，双方是一致的。批斯大林主要批什么？就是他专制嘛，他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什么大量的人被屠杀呀、被监禁什么。这个呢，因为当时在苏联呢，已经到了就是刻不容缓的地步，他必须解决。为什么呢？本来1955年的1月份的时候，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给弄下去了，他就准备开这个20大了。看那会儿的这个计划安排是没有斯大林问题的，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些对外方针的调整、对内方针的调整等等
当然，党内民主生活这个是强调。他们对斯大林的不满呢，这些人心里都有数。所以你看到1954年12月斯大林那个诞辰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声息了，已经淡化了对斯大林的宣传。但是呢，他毕竟还没有到要批判斯大林的程度。你看，其实中国外交部现在档案开放，1954年这个苏联大使馆给这个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请中共中央注意，现在苏联的宣传已经降低了对斯大林的那个就是宣传吹捧，开始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虽然没有指是谁，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但是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发展到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问题挑出来呢？是因为这个原来有大量的冤假错案，那么这个斯大林一死呢，贝利亚开始放人，开始给人这个就是平反吧，结果这平反的人呢就越来越多，结果弄了半天一看就没几个真的那个反革命。你从监狱放出来容易啊，他后边还有很多问题呢。本来我们家在莫斯科，我们这单位都挺好的，你给我弄到远东监狱，你出来你让我上哪儿去啊？很多人就想当地就安置，那不行啊，跑到这个莫斯科告状来。这个苏联的这种叫什么告状，不叫告状，叫上访制度啊，跟中国不一样，他还是挺认真的。我看那个苏联档案，那上访的信现在全都公开，一堆一堆的，而且他规定的你必须得有答复，不像中国现在这样盘腿一坐跟这不走也不是谁搭理他。这苏联人家就到那儿把这个上访信一交，他必定得有答复。就包括斯大林那会儿也是这样。他一个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执行。中国其实学苏联还没学好。那么这样子呢，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后来苏联就专门成立了平反委员会，因为它涉及到成千上万、成百万人呐，不是很少的数字，而且这些人的还牵扯到他的家属。那么这专门成立了这么一个。那么到了1955年的12月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原来呢，这是从哪儿呢？从那个基洛夫被暗杀这个案件出来的。因为基洛夫知道哈，就是30年代的时候呢，是一个他是最早的列宁格勒派的领导人。而且他那会儿年轻有为，跟斯大林的这个是传说了，我也没查那个投票，说是开十几大的时候，这个他的票数比斯大林票数还高。总而言之，反正这个人呢是某一天突然被暗杀了，当场走到跟前，啪啪啪几枪就死了。结果呢，这个人当场被抓住，还没到监狱呢，他也被杀了。后来这个人揭露的是一个什么？他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当时他在监狱的时候，跟他同监狱有一个人呢，就是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克格勃的安全部的一个人员。他给他讲了个事情，说有一次是这个谁，斯大林和这个耶诺夫亲自来到审讯室里头，他当时被审讯。因为他讲了一件事儿，他说他是接到安全部的指示去暗杀的。那么说斯大林在场，所以这个一下就引起这个就爆炸了，在这个主席团里头说，难不成这件事真是斯大林在背后搞的？虽然这事儿没有做实，但这件事情呢对大家触动非常大。同时结果又发现了在这个文件里头，后来他们就开始调查，调查当中找到2份文件，至少有2次就是对所有这些
就是在大清洗当中，这个苏联那个就30年代大清洗当中，使用肉刑是斯大林批准，就是使用这个酷刑来逼供，就有2个文件证明是斯大林批准的。所以这一下呢，而且他这个调查的材料一出来，就更不得了了，因为现在这个秘密报告都已经公开了啊，大家可以看中文的都有，好几个书里头都附录都做了。中央委员杀了一半以上，苏联的元帅不是我忘了，我这个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对当时的中共这个苏共的干部队伍的这个损害特别大，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而且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斯大林是脱不了干系。赫鲁晓夫就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必须在苏共20大给全体党员有个交代，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啊已经在全国党内党外呢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大清洗大部分都是错案，有点像中国文革过去以后的那个状况。那个时候也是文革当中，那会儿平反就开始一步一步往前推啊，就开始为什么后来反右，那有几十万人也都，它不叫平反嘛，它叫改正，总而言之意思吧都一样的。文革那么多人，然后就推到57年，你想这几十年啊，20多年了，所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面特别大。所以赫鲁晓夫认为呢，这事儿得有个交代，你至少我们在党内得有个说法。为什么？怎么造成的？他们那个观念呢，就是因为原来这事儿啊，都推到贝利亚头上。就贝利亚当时枪毙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罪状就是他搞这个大清洗啊什么，因为这个事儿是肯定错，大家都知道，总得有个人负责呀，谁负责呀？那会儿就说贝利亚，现在呢是纸里包不住火了，你说贝利亚这没人信呢。贝利亚那会儿还没当这部长呢。最早是这个雅各达嘛，雅各达下去以后弄到半截儿，斯大林把雅各达给枪毙了，把叶诺夫给推出来了，后来又把叶诺夫弄下去了，他已经找了俩替罪羊了，说这事儿过去以后贝利亚才出来的，你不能说把这事儿都推到贝利亚上，这说也说不过去嘛，你当时杀他嘛，你就那么说一句也就算了。所以他们现在又看到了这些材料，就认为斯大林应该为这件事承担责任。从55年的12月到56年的2月啊，这个开了几次主席团会议讨论这个事儿。开始呢，这个莫洛托夫他们反对，说这样不行，说你这么弄，这个斯大林是一个象征啊，你要把斯大林扳倒了，这社会主义不就倒了吗？那赫鲁晓夫他们认为呢，说恰恰相反，说你不扳倒他，你这社会主义的形象就竖不起来。说这个社会主义没错，是斯大林没搞好，他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觉得行，还是赫鲁晓夫这思路比较好，那么大家就都同意了。这样子就在这个他也开了个那个苏共中央全会，在此之前，2月20号，通过，所以25号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但这秘密报告一做完呀，这可不得了！你想，当时斯大林的事，在人们心目中，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那是神呐！你可不知道，那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别说莫斯科哭倒一片人呐，这北京城也哭倒一片啊！真是这。就像那个天塌了地陷了一样所以那会儿这个就是普通的党员、普通的老百姓对斯大林的那种崇拜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所以当场说，这个赫鲁晓夫做报告的时候，当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屏住呼吸在听，有人这个血压升高，有人当场晕倒，就抬出去好几个他受不了这玩意儿，
你别说这一般党员啊，你看那个谁，那个格德瓦尔特，那是老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总书记啊，听完了以后也是血压升高，最后咣叽休克了，就马上送到医院啊，就没抢救过来，就死在莫斯科了。这当时很多人他都惊讶到他都不能站起来反驳这个事情，就是他原来特别崇拜的一个人，特别这个信奉的一个人，突然是一个恶魔，就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他制造的，这谁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当时呢，确实在整个这个苏联社会和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这个事儿呢，其实呢，这个中共呢是在此前几天是知道这个情况。原来过去材料说，过去说法说苏联瞒着中国，没有，他只是没让邓小平去参加那个秘密会议，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只是在苏共党，他苏共20大是各国共产党都派人去，啊，中国是谁？朱德跟那个邓小平去了，啊，其他各国都是第一把手去参加的。当时这个苏共中央联络部还专门派了一个人跟邓小平讲，说本来呢我们是想请中共参加的，因为他对中共是特殊的待遇。他说但是因为呢其他共产党代表都不参加呢，我们去不合适。但是这个文件呢我们会马上给你送来。所以这个赫鲁晓夫做完秘密报告第二天不是第3天，这个秘密报告的文本就给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了。这个邓小平回国的时候就带着这个秘密报告回来的。当时是中共呢是知道这个事儿了。那么毛呢当时对这个态度呢，照我现在看啊，因为这个材料非常多了，他各种各样的话都说了，他心里是非常高兴，原则上他是同意。这个你可以看他的所有的讲话，前头说了那么多，说赫鲁晓夫这是苏共2大做得对啊，是斯大林就是有问题，他都说过这个，说你看对中国革命斯大林几乎没做过好事儿，这都是毛说的，怎么不该批啊？当然该批的啊。说共产国际他就开始讲了很多啊，共产国际哪一段比较好，就基米特洛夫那会儿，列宁那会儿好，到了斯大林这会儿就不行了，说这人不行，讲了好多啊。都到了1957年10月份，我看他跟这个苏联大使的会谈当中还讲了这么一段话，说是谁这个搬掉了中国共产党头上这个大石头，是赫鲁晓夫捅的啊。说是谁让我们这个思想解放了，可以开始思考问题了，开始独立的思考问题，是赫鲁晓夫捅的。所以毛对斯大林呢是有怨气啊，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党纪关系的角度，所以搬掉斯大林他内心是赞成，但是有一条，他反对什么？反对批判个人崇拜。所以毛呢一直认为呢，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他没个人崇拜怎么搞革命啊？一个班不服从班长行吗？一条船不服从船长行吗？他说得有权威啊。他说但是这个呢，有错误的个人崇拜，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斯大林那个呢，他就是错误的个人崇拜。为什么呢？他说斯大林不懂哲学啊，辩证法没有学好，所以到了58年，他这种想法才正式说出来。说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嘛？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所以问题的根子呢，并不在中苏两党有什么分歧，而在于毛他对这个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呢有意见。那当然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他就认为你赫鲁晓夫这么做呢，太缺乏政治经验。中国驻苏联使馆的报告里头也专门分析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苏联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做法有问题，他没有充分的做这个思想准备在党内的进行教育，结果就一下传达到基层，
引起了混乱啊。所以这个说这个苏联党啊是缺乏经验的啊，特别是赫鲁晓夫，在整个这个苏共20大期间和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关系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你包括这个就是中共中央发表的那个几篇文章，讲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那在苏联共产党内是作为党内文件学习的。当天《真理报》上登的这个当天就卖光了，后来又加印了20份，包括6月30号，你看苏共中央那个决议跟中共中央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啊。所以苏共20大呢并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虽然毛后来说了很多话，这个包括中共中央后来说了都把这个中苏分歧的责任，把中苏分歧的这个根源推到苏共20大，但这不是事实。而且呢，到苏共20大以后，你再看看中共8大的文件啊，大家可以做个对比，你能看出来这个思路都是一样的啊，甚至毛很多地方做的比赫鲁晓夫还厉害，他还要自由，还要开放。这双百方针是毛提的啊，鲜花、芦草什么的，毛说这个百花齐放，这苏联人就不明白，百花齐放什么意思啊？这什么花都能放？说对啊，毒草都可以。后来说那哪行啊？说我们这产还来不及呢，你这还到处让他放啊？你不是让资产阶级这个自由化？你想，这个毛其实那会儿的很多想法、很多做法都超过了赫鲁晓夫。咱没时间，有时间我给你们讲讲这整风反右毛的整个思想变化，跟这个苏联的做个对照，你就会比较能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苏共20大呢，其实呢并没有妨碍中苏关系的发展。它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呢是什么呢？是引起了苏联和东欧的政治的动荡。而苏联和中欧的政治动荡呢，恰恰又拉紧了中苏关系。这就是下一节我们要讲的波匈事件。这个波匈事件啊，在中苏关系这个发展当中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主要是原来呢，中苏之间是有一个分工的啊。上次我讲过，就是苏联共产党呢，它负责欧洲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呢负责亚洲的事情。但是波匈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干预欧洲的事情。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的主要的作用、主要的影响在这里。那么要了解这个情况啊，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中国跟苏联关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和东欧关系这个三角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苏共20大以后，因为上节课咱们讲到因为批判斯大林问题在苏联共产党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这种思想混乱，因为中共的出面呢，就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啊，特别是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以后，这个很多苏联共产党包括东欧的那些共产党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啊确实高于赫鲁晓夫，高于苏联所有的领导人。当时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俄国学者讲说，当时在苏联党内部都流传着一句话，说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说赫鲁晓夫就是个种玉米的。为什么说呢？因为赫鲁晓夫他这个从美国回来以后啊，他说为什么苏联这个产量这么低呢？说咱们没种玉米。他说你看这美国到处都是玉米，那美国的玉米产量非常高，但是他不知道那玉米都是喂牲口的。结果回来以后呢，他就到处推广种玉米，在全国
赫鲁晓夫应该做2件事，一个是开垦处女地，第二个就是种老玉米。所以这个他种玉米很出名，但是马列主义水平确实不高。到了这个56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苏联几个大学，包括莫斯科大学，凡是要考哲学博士的，必须要看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否则的话没有资格考这个考试。所以可想而知，当时这个中共的和特别是毛本人的那个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呢，在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国家当中的人的心目当中是有很高的地位。赫鲁晓夫呢也是感到自己有点无能为力，对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所以呢他事事也听毛泽东的啊。那么下节课我们会讲这个莫斯科会议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因为中苏关系这样的一个就是本来苏联是老师，中国是学生，现在走到了一个平等的地位，所以这个波匈事件一发生，赫鲁晓夫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毛泽东帮忙。那么波匈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苏共20大召开以后呢，因为批判斯大林呢，除了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对东欧的这个东欧党的政治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1948年以后，就是苏南冲突发生以后，这个斯大林为了要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起这个苏联的和他本人的权威，他改变了过去的一些说法。因为过去他怎么讲呢？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为了要和美国合作，所以斯大林推行了一套联合政府的这么一个政策，就让各国共产党都要和这个其他的政党联合组织政府。那么在这个理论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前提下呢，他推出一个理论叫做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就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们都不要都学这个苏联搞一党专政，搞无产阶级专政，你各国有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啊，这个议会民主制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君主立宪制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那是44年到46年斯大林的说法。但是冷战发生以后，特别是苏南冲突发生以后，斯大林改变了这个说法，说通向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就是走苏联的道路，谁也不许走别的道路。所以他就在所有东欧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大清洗。那这个研究啊，现在比较弱，但实际上这第二次大清洗比这个20、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党内搞的那个清洗还要厉害，波及面还要大。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有受到这个惩罚的，大部分都给枪毙了。你像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斯兰斯基那总书记枪毙，保加利亚科斯托夫那个总理枪毙了，匈牙利拉伊克总理枪毙了，这个哥穆尔卡算最好的，是下了监狱，没杀了他。随着这些领导人下台呢，他就把一批这个主张民族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个走自己的国家道路的这样一批领导人呢，都给打下去。而这批领导人呢，主要的是原来二战期间呢，在本土坚持这个地下斗争啊或者武装斗争的这样一批领导人。到了1952年这个苏共19大的时候呢，这个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已经都换了一茬，上来这批人呢，都是这个跟随斯大林跟得比较紧的这么一批人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他们自己党内斗争的互相
压榨党内斗争的这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哎，那总而言之呢，这一批人呢被压下去以后呢，当然很不服气，所以斯大林一死，特别是一批这个20大一批斯大林，哎，这一派一下就复出了。这样子就在东欧各国党内形成了党内两派力量之间的这种斗争和冲突。那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波兰呢，主要是这个贝鲁特突然去世以后，究竟谁来接替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啊？当时呢，波兰党内呢也是分两派，一派是比较亲苏的，一派呢就是比较坚持这个民族主义的啊。后来继任的这个人叫奥哈布是个中立派啊，大概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亲苏的这批人里头呢，主要的有一个就是洛克索夫斯基。洛克索夫斯基呢，他原来是波兰人，但是后来他这个他就逃到苏联去了。逃到苏联以后呢，后来慢慢在苏联红军当中呢成长，哎，成为一个元帅。后来带领这个一个方面军呢，就打回波兰。那么这个时候呢，到1944年11月的时候呢，斯大林觉得你呀还是回波兰比较好，哎，所以就让他回去。但是他不太想回去，因为他已经入了苏联籍了。后来最后达成一个条件说啊，这算了，保留你个苏联国籍。他回去，他成了政治局委员，而且他担任国防部长。当时波兰军队当中的主要的高级干部全是苏联人，都是他安插的这个从苏联顾问留下来的啊。就这么一种，就部队的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人的手里头啊。但是这个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苏共20大这个以后，这个哥穆尔卡就给放出来了，从监狱。一下就成为这个改革派的这个一个核心人物。所以这个谁死了以后啊，这个贝鲁特死了以后呢，很多人就要拥戴他来站出来当这个总书记。哎，那么这个时候就双方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冲突了。那么到了这个10月份，因为9月份开8大的时候，奥哈布曾经这个和中共谈起过这件事情，哎，但是那个时候呢，中国没有参与意见，啊，所以他回去以后，奥哈布这个人呢本身比较软弱，哎，所以他一看大家都比较拥戴这个哥穆尔卡，他就决定让位，哎，那么要开他就叫这个八中全会吧，在那个会上呢，就要选举新的政治局这个成员和总书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苏联大使就感到有点危险，所以他就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他说波兰党内可能要发生政变一旦这个哥穆尔卡上台，可能就会脱离苏联，反正说的非常严重。这个赫鲁晓夫就感到这个事情比较大，所以他就要求他说你们开这个这开始先写信说你们先不要开这个会啊，这个什么时候开等我的通知。但当时那种情势东欧各国的那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已经这个明显的上升了，所以人家就没搭理他，说我们开会干嘛要听你的通知，说我们还是要召开，说都已经安排好了。赫鲁晓夫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等着这会我去参加。结果那个哥穆尔卡他们也没等他啊，说是我们还是要照18号要开会。这赫鲁晓夫就有点急了，哎，所以他就预先布置了部队，这个要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呢，他18号的时候给中国打了个电报，说波兰这边出事了啊。但详细这个电报很简单，哎，就是说他们这个
有一些问题我要去处理啊。那么到了18号，这个赫鲁晓夫带着华沙条约国的这个参谋长，带着这个苏军的总参谋长，一个大代表团，一大帮人坐着飞机就去了。坐着飞机去了，到了那个华沙上空，人家不让他下来，说事先没接到通知啊。这赫鲁晓夫在机场转2圈，说我已经就在你们上空了。那哥穆尔卡说那也没办法，好吧，那你下来吧。就这边呢，就会议暂时终止，就他们一群领导人就到机场去接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了飞机就破口大骂啊！其实他那会儿他不认得哥穆尔卡啊，不知道谁是哥穆尔卡，谁是哥穆尔卡啊！你们怎么就你们要走上绝路啊？什么就是臭骂他一顿。哥穆尔卡这个人呢是头脑比较冷静，虽然他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还是比较强烈，但是他知道跟苏联闹僵了对波兰没有好处，所以他在党内实际上他很压制这个谁的压制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然后就把这个赫鲁晓夫一行请到国宾馆，说我们那边会议呢就暂时终止，咱们先谈。所以那边呢大家都在等这个消息，说赫鲁晓夫来究竟谈什么，然后他们就在这开始两边就会谈，吵来吵去。这方面的材料呢，现在俄国档案没有找到，就是这个18号会谈的，谈了1天。但是这个波兰档案里头有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就哥穆尔卡自己做的记录还有其他的这个波兰文的档案。大体上这个谈的嘛，主要是哥穆尔卡跟赫鲁晓夫解释说，这个即使领导班子更换，我们也不是要脱离苏联，也不会脱离这个华沙条约国，也不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和波兰之间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否则的话这个人民的情绪你无法这个把它平息下去。这里包括这个苏联顾问的问题，波兰军队在苏联的掌握当中，特别是你说我们这国防部长是个苏联人，这个大家都觉得心里很别扭，所以决心要把这个洛克索夫斯基给拿掉啊。那这个当然赫鲁晓夫就不愿意嘛，双方就谈来谈去，扯来扯去。这样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哥穆尔卡听到消息说苏联军队，因为当时苏联在波兰是有驻军的，就说苏联军队已经在向华沙这个移动啊。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洛克索夫斯基呢也在给赫鲁晓夫通消息，说这个波兰军队我已经全给控制住了，不会有任何行动。但是还有一支内卫部队，内卫部队就相当于中国的武警部队，说这个武警部队不在他的控制之下，结果波兰的武警部队出动保卫华沙，这样子就很可能造成一个波兰的武警部队跟苏联的驻波兰军队的那么一种军事冲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哥穆尔卡也马上布置，因为这个消息后来传出来以后，这个华沙的市民和工人呢就都上街了啊。还有传说说发了武器，但是这个我没看到具体的档案材料。总而言之是群情激愤，要保卫华沙。这个形势呢就弄得非常紧张啊。那据赫鲁晓夫回忆和哥穆尔卡的记录呢，到晚上他们俩呢最后是达成了一个妥协，就是苏联不干涉波兰政治局的选举，波兰呢保证不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不脱离这个华沙条约组织。当然他具体怎么想，赫鲁晓夫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不太清楚
因为在文件上没有显示出来。总而言之，赫鲁晓夫说：“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什么时候你们开完会，你再到莫斯科来汇报，啊。”这样的19号凌晨呢，赫鲁晓夫这一大帮人坐飞机就走了，他也通知这个部队停止军事行动，啊，这个危机呢就缓和下来了，啊。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到波兰去开会的时候，他们波兰很多学者都认为是毛泽东制止了赫鲁晓夫的这个行动，啊，后来我说那你们有什么根据呢？他说因为当时这个在华沙大街上有那个很大的标语，啊，说同志们不要怕，说毛泽东是支持我们的。你看，后来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确实看到这样的材料，就是当时18号那天晚上，华沙大街上是有这种口号。另外，他们说呢，我听这个波兰学者说，也有这个，当时党内就有传闻，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支持波兰的，所以不要怕苏联。但是我研究这个问题，我查了半天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中国在这次就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停止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呢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为什么呢？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是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件事儿。因为他那个18号他走之前给中国那个电报没谈他要去做什么事情，更没有提出说他要那个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中国并不知道他要采取军事行动。18号晚上的事情呢19号外电有报道说有苏联军队包围华沙了，这个是在19号的这个西方的报纸上有这个消息传递，就传出来。那么这个消息经过翻译，在新华社作为内参报给中央的时候，已经到了20号了。20号这个事情都平息了，啊，这个时候毛得到这个消息，应该最早是在20号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分析不大可能。后来这个苏联处理波兰事件，中国确实起了作用，是赫鲁晓夫回来以后开会商量这个事情，说这个波兰事情到底怎么办？当时呢也还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把部队再派回去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在等这次会议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呢，赫鲁晓夫再次给这个毛打电报，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人到莫斯科来。他感到自己呢很难处理这件事儿，而且呢他还请了这个东欧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像捷克斯洛伐克的啦、东德的啦，请了那么2、3个。这样这个时候当然毛已经知道了解这个情况了，是这个波兰危机，赫鲁晓夫准备动用武力，所以这个中共中央开会商量这个事儿，决定派刘少奇去。去的原则呢，就是第一，你要这个批评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你哪能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动武啊？这个不行了吗？但是第二，你还有一个任务，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你不能让这个苏联跟波兰分裂，这样分裂的结果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利。所以刘少奇呢就带着这2个任务去的，23号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是非常热情的到机场去迎接了这个刘少奇，而且一路上跟他诉苦，说这波兰人呐真没良心我们给他帮了他多大的忙啊，什么帮着他解放没粮食，我们给他粮食，又帮他这个，就说翻脸就翻脸现在又把我们这个什么国防部长要给撤了，怎么要打击亲苏派什么什么什么，讲了半天那刘少奇呢就按照这个中共中央商量好的这个原则呢跟他谈了
说苏联呢确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啊，经常的对兄弟党啊指手画脚啊，这个强迫人家接受你们的观点等等，说了他一顿。但是呢，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要防止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所以第二天24号，他们刘少奇参加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呢，大家决定在会上，这个刘少奇也谈了毛的意见，就是对波兰党呢要这个放手啊，不要什么你们都控制。毛泽东同志啊是这么说的啊，说你要是拉得他越紧呢，他就离你越远。你放松一下，他就会向你靠近，这就是辩证法。希望这个苏联同志们多学辩证法。毛是经常讲这类的话，那他这个就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欲擒故纵，就是这个意思。说你要想抓他，你先放他，你要想让他靠近你呢，你就不要抓得太紧，他自己会靠近你。就讲了这么一番道理，赫鲁晓夫听懂没听懂呢？我就不知道。但是呢，大家就接受了中共这个意见，啊。那么当时唯一的这个还不能接受的呢，就是对这个洛克索夫斯基的处理，因为波兰人是坚决要把他这个开除，啊，要拿掉，就不能让他当这个国防部长。说那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让另一个国家的人来当，这个成何体统？所以当时后来这个27号我看了一个材料，就是毛呢还接见了这个波兰驻华大使，啊，其中也两方面的意见他都谈了啊，他也是骂了苏联一顿，说他们确实不对，但是呢你们也不要太过分啊，就像洛克索夫斯基啊，能不能就让一步？当然，这个大使呢，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决定的权利，他只是把这个话传递回来。但是这个波兰那边态度比较强硬，所以最后选举公布，哥穆尔卡当这个第一书记，那个洛克索夫斯基还有其他的几乎所有的亲苏派都被赶出了政治局，洛克索夫斯基呢也被罢免了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这个和刘少奇呢，就跟赫鲁晓夫说，算了，这个事就这，他只要保证不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保证这个不反苏就可以了。同时呢，他要求苏联呢，他说你们最好啊要搞一个这个发表一个宣言。以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该是平等关系，不能再搞这种老子党这个大国主义这样一些这个奉行这样一些政策。这个波兰问题呢，大体上就这样解决了。当然后期这个还有很多矛盾，因为他们那个波兰人还没来，还没具体跟苏联人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过去史书上说，这个在此期间，刘少奇还专门去了一次这个华沙，跟这个哥穆尔卡会谈。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的。因为我看这个材料，刘少奇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莫斯科。倒是有一个赫鲁晓夫，因为有一段就是赫鲁晓夫呢曾经求刘少奇是吧，要不然你出面到华沙去一趟，跟那个哥穆尔卡谈谈。他说我们现在跟他说话，他也不爱听，这个很难谈得通。这个不是刘少奇答应了，但是呢，哥穆尔卡没答应。他打了个电报，哥穆尔卡说我们正忙，现在接待不了您，您要先别来了。很可能因为他知道刘少奇在莫斯科，是不是跟赫鲁晓夫商量什么，他又当时不了解中国的立场。中国的立场，那个苏联不是这个哥穆尔卡他们应该是28号才知道的，
就是毛跟这个基里洛克，就是波兰大使谈完了以后，28号这个消息传到华沙，他们应该才知道，所以当时刘少奇并没有去。就中国参与处理这个波兰事件，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前期呢是没有发生直接的作用，后期就是23号以后，刘少奇到了莫斯科以后呢，对于后期苏联处理波兰事件的这个整个政策和方针呢，是起了比较重大的作用，因为这里有一个就整个这个政治局改选以后的人员调整问题，苏联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是这个23号以后22号以后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波兰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匈牙利又出事儿了，就是刘少奇到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匈牙利出事儿，出了大事儿匈牙利是怎么个情况呢？匈牙利也是，匈牙利这个刚才我讲这个拉伊克被枪毙了以后，对整个这个匈牙利共产党也进行了清洗。当时还有一个人物是跟拉伊克关系比较好，就是纳吉后来纳吉呢，虽然在53年复出了，但是因为马林科夫下台，到55年呢，他又被打下去了而且纳吉这个人也是个知识分子也搞农业的专家，所以他死活不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呢，就把他开除出党了就一撸到底，开除出党。刚把这事处理完，苏共20大召开了。苏共20大一召开以后，这个匈牙利人的那个情绪反响是最大的，然后一下就起来。那因为拉克西是所有东欧国家当中最典型的、最积极的斯大林分子他跟得最紧，斯大林说什么他就跟着就说什么。所以在匈牙利共产党当中呢，包括老百姓当中，对他特别反感。那么这次一批斯大林，大家全起来了说你看你跟斯大林就是个恶魔，你跟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把谁推出来呢？就把纳吉推出来。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拉伊克这个葬礼，因为斯大林一倒嘛，自然拉伊克就给平反了。那么平反呢，就重新给他举行国葬。这个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就把这个整个布达佩斯市民的这个情绪就煽起来了。正好在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呢，这个有个纳吉那摄影记者还不看那一特写，咵嚓把纳吉给照出来了，还登了报。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人们的情绪就越来越高涨。匈牙利局势呢，其实苏联人早就知道，到6月份的时候，他们已经感到，如果要想把匈牙利的局势这个控制住呢，必须让拉克西下台。后来米高扬就亲自到这个布达佩斯去了一趟，跟这个召开匈牙利党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就跟拉克西谈了，说你必须退休。拉克西他不想退他说我这身体很好嘛，为什么退休他说你不退休就撤职，就2条路。他说那我还是退休吧，就退休了。那退休以后你得找一人呢，那谁来当这个总书记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苏联就犯了个错误，他找了谁了？找葛罗。葛罗呢就是拉克西的一个影子这个葛罗自己没有任何本事，什么也不懂，但是就是紧跟拉克西，所以拉克西就说那我好，那我去退休了，我退休就选葛罗。这个时候苏联人没有考虑好，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做这个调换等于是没调整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让纳吉出来，波兰的局势就能稳定下去。结果他没做，果不其然，这个葛罗完了就既然是退休了嘛，就把他弄到苏联去了，去疗养去了。
这葛罗呢跟着，他说我也请假，我也休息。您刚当总书记，结果他也去苏联疗养去了，就整个匈牙利这局势没人管，啊，那个知识分子一天到晚也是这个到处这个辩论呐、讲演呀、什么裴多菲俱乐部啊，什么都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情绪越来越热烈，但是呢。在这个共产党高层、执政党高层呢，没有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他那个在那休养了2-3个月，那么到9月份回来了，你就应该处理这些事儿吧？哎，他又带着整个所有的这个主要领导人，匈牙利所有党政领导人去南斯拉夫去了又。这个简单说一句，因为这个1955年啊，赫鲁晓夫就要缓解跟这个南斯拉夫的关系啊，这个苏南冲突那会儿造成了影响非常大，也是造成东欧大清洗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赫鲁晓夫掌握了政权以后，做的一个重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向这个铁托承认错误，因为原来这个。是把这些责任都推到这个贝利亚头上。后来苏共20大，赫鲁晓夫才承认，后来是这个斯大林的责任。但不管怎么样，55年的时候，他是向这个道歉了，向铁托，是我们做的，恢复这个关系。那么后来中国也跟南斯拉夫建立关系，南斯拉夫是第一个要求承认中国的，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但是毛那会儿都不敢这个接他这个话茬儿，所以连那个英国、印度要承认中国的时候，中国都可以跟他们谈判，但是南斯拉夫第一个要求说我们现在要求承认中国，中国假装没接到这电报，不搭理人家，因为他很难处理。他当然从中国来讲，他是想承认我的国家越多越好。但是南斯拉夫承认，他又怕这个斯大林不干，那是斯大林的死对头啊，所以这事儿就搁下了。一直到55年，斯大林也死了，赫鲁晓夫又恢复苏南关系，这样子中国才跟这个南斯拉夫建立起正常的关系。那么赫鲁晓夫去了以后呢，铁托说你们这帮人里最坏的就是拉克西，你让他匈牙利得给我承认错误来。所以赫鲁晓夫回去赶快就跟那个拉克西是退休了，说你葛罗你赶快去，所以葛罗就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就去了南斯拉夫。那么正在他去南斯拉夫的时候，这国内这事就闹起来了。到20号是那个国葬，然后是21号、22号这个学生就闹事儿，23号的时候这个他有个匈牙利是学生联合会，提了16条要求，什么增加工资啊，什么这个平等啊，什么反正提了很多要求，这个在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但是当时呢，他们是给这个团中央打的报告，团中央说不允许，说我们下午要游行这个不让游行。正在这会儿，上午23号上午，葛罗回来了，回国了。回国说这个事儿就闹大了，说怎么办？这个时候，那个学联呢，就给这个团中央说，你不允许，我们也是准点要游行。后来葛罗回来说，那就让他们游吧，所以就通知说，那你们就游吧。这个下午就开始游行开始了。那个整个一下午的游行呢，都是比较平静的，它也不是很激烈，就是反正串街走巷的这么一帮人走来走去。但是到了4、5点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闹大，因为布达佩斯他这个4、5点钟开始下班了，下班了以后，很多工人呢、市民呢都上了街了。开始都是观看，后来很多人也跟着一块儿。这个群众运动都是这样，反正你有一个人喊个口号，就有第二个人比他还要激进，第二个喊完，第三个人还激进，就越闹越大，这大家也不散伙，就也不走了。
它好几个广场，它就是反正前头有个停车场就叫广场。议会大厦一个，不是中共中央，这个胸共那个大厦前头一个，还有电台呢前头一个，都拥满了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们就喊起了很多比较激进的口号，比如这个要脱离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啊，要什么跟苏联人对着干，就主要是一些反苏的口号。他认为都是苏联害的，特别是这个对斯大林的仇恨，所以把那个斯大林的铜像就给拉倒了，而且那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是电锯啊什么，反正把那斯大林脑袋给割下来了，就拖着拉着跑，就越弄越乱。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葛罗他们就有点慌了神了，说这个应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好啊。晚上就给这个谁，就给这个苏联打电话，说这边出事了啊，说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警察也不管啊。本来让军队也都通知军队要维持秩序，但是军队呢，这个也都有这些情绪，所以大家都站着看，谁也不管。所以葛罗就给苏联打电话说，希望苏联军队出来帮助维持秩序。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正在跟刘少奇俩人在那儿谈这个波兰的事儿呢。因为23号刘少奇到的嘛，赫鲁晓夫去接他在宾馆，俩人就正谈着，电话打来了，说这个你就别弄波兰了，说匈牙利这边又出事了。所以他就他说跟少奇说，同志啊，这个事先放一放，我那个匈牙利那边又出事了，我先处理那事儿。走了以后，到这个9点钟的时候，就这帮就不是起义啊，这帮这个游行的学生呢，9点钟的时候，那个谁发表一个讲话，就8点40几分，葛罗出来发表一讲话，就是劝大家都回去，在这个阳台上。他没有像中国这样，他都是一个大楼有个阳台，阳台前面是这个广场嘛，那阳台一般就跟那主席台似的，就发表讲话。你本来呢，你就说两句好话就完了啊，说同学们大家都回去吧，今天很晚了，有什么要求明天咱们再谈，就完了。他来了一趟，说同学们你们赶快回去，否则的话你们就被反革命分子这个乘虚而入，你们这里边有很多人都是反革命啊，什么什么。哇，一说那个老百姓还了得了啊！结果大家说什么我们怎么是反革命，就把他们那个16点要求拿到广播电台要求广播。这广播电台当然没接到命令，它是不允许人这个进入的，这样的双方就发生了冲突。所以9点钟呢就响了枪了。现在呢是闹不大清楚，这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我问了很多这有点跟那个天文事件似的，就那么混乱的情况下，你闹不清谁先打的第一枪。有人说呢是那个警卫先打的，因为他要维持秩序。也有人说呢，说这个当时的很多游行的群众把那个警察所给抢了，那警察拿着警察的枪打的。当然这些都是当事人的这个回忆，那个情况非常乱。总而言之是9点钟就响了枪了。这边一响枪，那个他这个离得不太远，大概也就是那么个像咱们这公共汽车那么3站地那么远，那就是这个共产党中央大厦。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事态很严重了，说枪都响起来了，就赶快打电话说现在不行，必须得派军队。这个苏联人呢也闹不清到底怎么回事，说是这个发生了暴乱，而且是响了枪，所以马上通知部队，坦克立即开进布达佩斯。因为在此之前呢，苏联军队其实早做好准备啊，这个匈牙利的形势呢，它是不断的高涨，所以当地的驻军呢是了解这情况的，所以就部队来了，一下就全给冲散了。那个坦克一来，哇，一弄人就都散了，就跑了呢。这个事情
到24号凌晨的时候呢，这大街上已经没人了，啊，全都散开了。所以24号开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不是刘少奇也去参加了吗？赫鲁晓夫就讲了这个情况，说昨天晚上这个布达佩斯出事了，然后应这个匈牙利政府的邀请呢，我们派部队协助他们维持这个秩序，现在已经平息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当时啊，没把这个事儿当一个特别重大的事儿，而且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中国呢也没有参与任何意见。虽然刘少奇在场，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征求中国的意见，可能是来不及，还是怎么样？所以24号得到的消息是事情已经平息了，就过去了。但是在后来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苏联一开枪这个坦克一进市区，这个匈牙利人呢情绪更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苏联呢一方面是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他又改组了这个政府，他也觉得你这个葛罗确实很无能，就让葛罗也下台了，把这个纳吉推出来了，这样纳吉就当了这个总理，卡达尔呢就当了总书记。卡达尔和纳吉呢是俩人关系非常好，就是后来一直是匈牙利领导人这个人，作为这个总书记，他们俩搭班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来看呀，这个就是24号到29号这5天，匈牙利局势的发展呢，主要跟政府的处置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各党派呀，这个知识分子啊，就纷纷的出来发表声明啊，就提各种的建议啊，政府要改组，政策要改变呀，等等，提了很多。这个政府呢，行动总是迟缓，当然跟他那个内部里头既有改革派，也有这个保守派有关系，双方老是讨论犹豫不决。等群众提一个要求，他就讨论2天，刚答应这要求，人又提个更高的要求，他又讨论2天，结果答应人家又提出要求，所以就一步一步的这个失控局势，最后连那个内卫部队也解散了，就是秘密警察。因为秘密警察当时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这个很仇恨他们他随便抓人啊，什么拷打呀什么的，秘密警察也解散了，什么这个一步一步的吧，局势就失控了。所以到了29号的时候，把监狱也开放了。说监狱它本意呢，监狱开放是因为里头关了很多政治犯，就是当时呢受到可能冤案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那个形势那么乱嘛，所以一放那个好多流氓小偷也跟着全出来了，完了就上街打抢啊，抢商店，什么事都出来了，再结果还有发生了这个就是枪杀，内卫就是秘密警察的一些，因为秘密警察解散了嘛，一解散这个机构解散了，所以这些人当时也很乱。但是很多人知道这小子他就是个秘密警察，一上去梆梆给打死了。还有一个单位的把个党委书记给吊树上了。那可能因为这种群众起来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的，可能那小子平常这个民愤极大吧，大家一煽乎，对，给弄起来了。就是这些事一发生呢，这个苏联人觉得这事态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报告就到了莫斯科，说现在开始杀共产党了，什么口号都有，那确实是什么口号都有。在这个时候又来找刘少奇，说怎么办？刘少奇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要不然咱们就派兵赶快镇压，因为他24号那天苏联军队把这个平息了以后，这不是第2天一个是他看着已经都安静了嘛，再加上这个刘少奇去谈波兰问题的那个原则是你要让平等的对待这些国家，你不能使用武力嘛，对波兰问题，所以苏联就把军队撤出来了。
撤出来是撤出来，他就在这个布达佩斯的郊区在那待着，所以城里就没有军队了，没有军队才造成了这个人们又起来又闹。所以这个时候呢，到29号，这个30号的时候，29号电报到，30号赫鲁晓夫跟这个谁讨论到底怎么办，要不然就把军队再派回去。因为你只能靠这个苏联军队，这个匈牙利军队不愿意参与这些事情，要不然就让这个匈牙利这个政府自己处理这事儿。这俩人就在这讨论，谁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苏联党内呢也是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坚决镇压，一派主张就是缓和。像米高扬是主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就让他们匈牙利政府自己去处理就完了。你弄了完了，结果这个把那个所有的这个不满啊、怨恨都对着这个苏联头上来。但是这个谁苏斯洛夫他们很多人也是中央领导都认为必须得镇压，否则就要发展下去，匈牙利就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那整个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被帝国主义打开一个缺口，也争论不休，谁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办。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正在做的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起草这个平等宣言。因为29号的时候，刘少奇提出来，经过毛泽东同意，就要求这个苏联呢要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这个平等宣言里头，其中有一条就是苏联军队要撤出这些东欧国家。这是毛的意见，因为毛说你在那住军队啊，人家自然会对你不满，你把军队都撤了，他就离你更近了，他觉得你更亲切。所以他那里头就有一条，从波兰、匈牙利撤军，具体谈判呢，就是什么时候撤，怎么个条件，完了他们再谈。因为匈牙利那个当时驻军呢，当时有个理由，因为匈牙利当时是轴心国的，他是战败国，所以苏联就在那驻军，就一直没走。那么现在都战争结束10年了，都到5、6年了，说你该走了，都起草好了，到30号，最后他们看稿子的时候，一边讨论匈牙利的事，一边看这稿子，说可以了，就拿到苏共中央去讨论。苏共中央也是开始很多人也争论，就不愿意签这个，但是最后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后来他们就同意了，同意了就签了字。就第2天就登报了。正在这会儿，30号他们这个商量的时候，毛泽东来电话，说我的意见是镇压，说匈牙利事件这个性质变了，现在都这个杀共产党啊，是搞什么？这就是反革命案件，必须镇压。说当然，最后的主意由苏联拿。他就跟这个刘少奇是这么说的。当时还有谁在？还有邓小平。所以2个人呢就向这个谁，赫鲁晓夫转达了毛的意见，说主席的意见是镇压，当然最后的主意你们自己拿，因为这跟我们没关系。邓小平说的比较这个严肃说如果你们不采取这个果断的措施的话，将来你们要对历史负责任的。这赫鲁晓夫说行，你们等着，赶快你们这回去。你看那个30号晚上那个会议记录，就是前头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和平宣言，说要撤军啊，要什么什么，说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撤军，好拿去打印发表。刚过一会儿，说这个赫鲁晓夫进来了，说这个中国同志又有新的意见了。一会儿少奇同志跟大家讲，过了一会儿刘少奇进来就把这个意见说了，说完就走了，说我就传达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然后反正明天呢，他说我就走了，我就离开这个莫斯科了，最后怎么办？反正你们自己商量。30号那天的会议记录呢，没商量出个结果，大家也有点说，你刚让我们签署那撤军的，怎么今天又没这字迹还没干呢啊，又让我们这个再派兵，没拿定主意，这个。第2天31号讨论了1天，但是这个讨论记录呢非常简单他记录的就是大家
把几种意见说了以后，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镇压。所以30号这个时候，这个刘少奇已经到了机场，赫鲁晓夫赶快就追到机场，说我们刚才刚开完会，已经做好决定，镇压。刘少奇说，那你还要注意2个问题。第一，这个事情啊，要事先做好准备啊，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啊。第二，他说你要让他们邀请你去，你们不要自己去啊。这赫鲁晓夫是说我们正在做这准备，就这个。当然，他还做了很多，他要征求这个哥尔卡的意见，要征求这个铁托的意见，特别是铁托，因为他担心刚跟这个南斯拉夫把关系搞好，万一这个铁托再站出来反对，他也很难办啊。所以赫鲁晓夫亲自到了这个南斯拉夫的亲自飞了一趟，跟他去谈了啊。后来都同意了，说既然已经这样嘛，那如果为了防止这个匈牙利被这个帝国主义拉过去，他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啊。但是铁托的意思呢，就是对这个纳吉他们不要做过分的处理啊，你把事态平息了就完了。苏联当时是这么答应了，所以就开始朱可夫开始策划这个旋风行动。到11月4号，突然坦克哗一下就包围了机场。这个虽然经过一些巷战，但是最终还是把这个起义的这帮人全部给镇压下去。纳吉呢就逃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整个政府。后来苏联呢就要求他出来，说你只要是这个宣布这个自己辞职，就和你没事了啊。这个当中呢，这个哥穆尔卡呢是在这个31号晚上就突然失踪了啊。他还有这个内务部长明尼赫，这俩人呢是这个安德罗波夫当时是大使，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给明尼赫打了个电话，说你来一趟，咱们商量这个商谈撤军的问题。哥穆尔卡跟明尼赫呢2个人就到了苏联使馆。那苏联使馆大铁门关着，他就摁那个按钮，说我们是谁谁谁来了。好，那你等着，一会儿就来。哗，一会儿过来了，2辆军车把这俩人给装上去了，说不在使馆谈，在军营谈。结果就开出城，到了军营，装上飞机就拉到莫斯科去了。说呀，因为这会儿苏联已经决定要镇压了，说你现在必须成立一个新的政府，你当总理，你当书记啊，然后你们写个邀请，让我们呢部队进驻，就没你们事了，回去一个当书记，一个当总理，否则你们俩就旁边就是监狱，就进去。后来他们俩说，那我们还是当书记当总理吧，签了字。所以苏联他得拿着是邀请函呢，不是邀请函，这个是这个政府邀请他去镇压嘛，所以就成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布纳吉政府非法。那这会儿呢，他让纳吉辞职，纳吉说我是民选的，你让我辞职我就辞职，我犯什么错误了？我不辞职。你们是这个侵略，是反正跟苏联就顶上了。最后呢，结果这个达成协议，就是说你就到第三国去就算了，这个由这个南斯拉夫做保，所以他们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装上车就给拉走了，就把这个纳吉他们就抓起来了。所以这样子，这个匈牙利事件呢就平息了。1957年11月的这个莫斯科会议啊，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过去呢，因为人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忽视了啊。其实莫斯科会议呢有很多这个就是标志性的意义啊，就整个在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些标志性的意义呢大概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呢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关系
走到了一个最高峰，就是中苏的全面合作，从政治上到这个组织上，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第二个方面呢，它同时这个莫斯科会议呢也反映出中苏之间存在的分歧，也预示着他们之间将来关系的走向是不乐观。那么我就分别讲一下这两个标志性的结果。第一，讲这个为什么说1957年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的最高峰是中苏同盟的中苏合作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首先从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形式上看因为大家都知道原来这个共产党就是世界的共产党是一种什么组织形式呢？是一种就是全世界的统一的一个国际机构，叫第三国际或者叫共产国际，那是列宁1919年创立的。那个时候呢没有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个共产党，就叫共产国际然后各国的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这个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没有在本国注册登记，所以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党，而是全世界的共产党的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支部。后来到这个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斯大林就把它解散了。为什么解散呢？因为他认为这种组织已经不适合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了。因为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各国共产党呢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或者准备夺取政权，或者已经在本国成为一个合法的党了。这样子他就应该以各国的政党的面目出现。而如果是这个仍然采取这种共产国际的形式呢，这样子就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莫斯科的代言人、代理人而当时苏联呢，它设定了战后的对外政策是要跟美国和西方合作那么你合作嘛，你总不能就是指挥人家各国的党吧所以这种形式已经和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和这个国际政治发生的变化不协调了，所以解散了。但是解散了以后呢斯大林到4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冷战的爆发，他又觉得如果这样子苏联就很难指挥各国共产党如果完全没有一个组织，所以他又想重新建立。但是重新建立呢又受到很大的阻碍，各国共产党都有意见所以他就搞了一个情报局，这就是1947年成立的所谓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但是情报局搞了几年吧名声很不好不但在各国这个东欧各国党内搞这个镇压而且对这个像南斯拉夫等一些就是不是敌对的这个跟他反对的意见呢采取了很卑劣的手段这样子呢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这共产党情报局也衰落了。所以1956年苏共20大召开的时候，各国就提出要解散共产党情报局那么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怎么办？这各国共产党还要不要取得一些联系？如果取得一些联系，是什么形式？这个呢，这个苏联共产党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20大解散这个情报局以后不久呢，这个苏联共产党，主席团就开会。当时他们商量的是什么呢？现在看这个俄国档案里头，他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们大家都在说这个如果情报局解散，那么各国共产党不能一盘散沙呀，因为毕竟冷战还存在，两个阵营还存在，你怎么能够把各国共产党能够团结起来呢？后来他们决定要搞什么？搞一个联络局，不叫情报局，情报局听着怪吓人的哈，叫联络局比较好听。那么联络局呢，也不要搞一个联络局，因为搞一个联络局又让人以为莫斯科在那指挥各国世界革命什么的。搞4个联络局，分地区这个根据当时的革命的形势，他们想在亚洲搞一个，在拉丁美洲搞一个，在这个美洲搞一个，在这个东欧搞一个，在西欧搞4个联络局。那么但是这种情况呢，当时苏联自己还决定不了，所以他要征求各国党的意见，但首先是征求中共的意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到55年，特别是到56年，苏共20大召开的时候，这个中国共产党地位在逐步在上升所以米高扬就先到中国问了中国的意见，毛泽东呢不同意，说这个没有必要再搞这种国际性的组织了你办那个杂志也不好，因为原来共产国际原来情报局共产国际都有杂志来评论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互通信息什么的，说你这个也不了解人家情况，你写了也没用，人家也不听，那怎么办呢？毛提出以后有什么事开会解决，有遇到问题了大家坐一块开个会，搞个宣言，把问题说清楚就完了。后来这个米高扬就回去了，跟这个赫鲁晓夫讲，说这个毛不同意搞联络局，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开会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最后确定到底怎么办的时候，这个匈牙利事件发生了。